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聊聊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自从上周获奖以来韩江一直保持低调拒绝了所有的记者会和采访邀请。但就在昨天，他终于首次公开露面，参加了第18届 Pony 创新奖的颁奖仪式。Pony 创新奖于2006年设立，它旨在表彰通过创新思维为韩国社会带来积极变化的个人或团体。实际上韩江早在9月19号就被选为获奖者，他出席这个活动是在诺贝尔奖公布之前就定下的行程。韩江获奖的理由是为他对人类灵魂的深入探索，以及他强大的能力能唤起全球读者的情感共鸣。这个奖项的其他获奖者大家也耳熟能详过去的获奖者包括鱿鱼游戏的导演黄东赫，2015年首位获得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冠军的韩国人赵成镐，以及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来，我们看看这位备受瞩目的作家都说了些什么韩江在发言中表示呢，过去一周很多人都庆祝我的获奖，仿佛是他们自己的成就，这种体验深深地打动了我。他的这番话呢，就反映了韩国人对这历史性成就的这种集体自豪感。要知道韩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人，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女性作家。接着呢，韩江就谈到了他对写作的热爱。他说我一直通过写作与世界联系，我希望能继续写作，继续像以前那样与读者见面。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呢，即使获得了世界文学界的最高荣誉，韩江依然保持着对写作的初心和对读者的重视。更让人兴奋的是呢，韩江还透露了他的未来计划。他说，今年是我写作的第13个年头，我正在努力完成今年早些时候开始的一部小说，希望能在明年上半年完成。看来我们很快就能看到韩江的新作了不仅如此呢，韩江还表示在他60岁之前的6年里，他希望再完成3本书。所以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让我们也看到他对文学创作的这种巨大的热情和执着。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感叹这个韩江的低调和专注你知道吗？在获奖后除了接受瑞典 SVT 的简短采访之外韩江是婉拒了所有的记者会和采访邀请。这种态度并非是作秀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我看过韩江的一些视频给人的印象就是总是一脸淡然，甚至是有些淡漠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他社交能力不强，但我认为正是这种内向的性格让他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内省和观察，从而能够从作品中深入的探索人性和社会。韩江的低调并没有影响他作品的传播事实上自从他获奖以来，他的作品在国际上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拿正在进行的这个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来说，据报道韩江作品成了本届书展的焦点之一。英国经济管理类图书出版社 LID 的一位代表向韩国媒体展示了《卫报》的一则报道，称伦敦主要书店韩江的书正在迅速售罄。德国知名的出版社 Hanser 的一位编辑说对韩国文学的兴趣很大，这次获奖公布之后呢，这种兴趣会更加巩固，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更多优秀韩国文学作品的推荐。韩江的国际经纪人来自英国 RCW 经纪公司的代表可能是本届书展最忙碌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后呢，获奖作家未翻译的作品的价值往往会飙升，许多出版社呢就在争相获取韩江作品翻译权和再版权。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快在世界各地的书店里边能看到更多的韩江作品了。在德国出版社奥夫包的展位上韩江所有已经在德国出版的作品都被展示出来作家的大幅照片也挂在了展位的墙上。周末的时候预计会有大量的读者涌向这个展位。这种热情呢不仅限于欧洲一位活跃在巴西和英美欧洲文学经纪人表示呢，丹麦出版社对韩江的不便利店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说，韩国文学应该向北欧扩展。那我们回到韩国
韩江获奖引发的阅读热潮更是惊人啊！根据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数据，韩江的新作《我们不会告别》的借阅排名啊，从全国的第445位跃升至了第3位。少年来了，则从第178位跃升至第2位。韩国2大图书零售商社保书城和 ES24 截至周日啊，总共售出了约53万册韩江的作品。但这还不是全部啊 ！ES24 的数据显示啊，在10月10号至16号期间呢，小说、诗歌和戏剧领域的文学书籍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9.3%。这个增长率啊，还不包括韩江自己的作品。这就意味着呢，读者呀在购买韩江书的同时，也在大量购买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韩江的获奖的消息呢，似乎引发了一股全面的阅读热潮啊。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2024年托尔斯泰文学奖得主金柱慧的《小弟的野兽》销量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7倍。2022年布克奖国际类第1轮提名作家朴相向的《Love in the Big City》的销量呢，增长了52倍。杨国子的《矛盾》和郑玉珍的《永恒的帝国》也受到了诸多读者的青睐。更有趣的是啊，韩江在各种场合提到或者推荐的书籍也成了畅销书啊。比如啊，他与瑞典学院通话采访时候提到的阿斯特利德·林格伦的童话小说《狮子王兄弟历险记》销量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倍。韩江向他父亲推荐的玛丽·奥利弗的散文集《长溪》和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小说《奥利弗·基特里奇》的销量也大幅增长。韩江啊，最近也提到了他读赵海人的小说《光与旋律》啊，这本书的销量增长了 138.9%。金爱兰的小说《谎言之一》销量增长了 93.4%。甚至韩江在2014年提到的我人生的5本书也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啊。林哲宇的短篇小说集《父的土地》，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体散文《诗人之死》啊，博尔切特的遗作《没有告别的一代》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版画家卡德琳·克莱默的传记《凯特·卡尔维茨》的总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0倍。所以这种影响力啊，甚至也延伸到了音乐领域。韩国流行音乐组合 AKMU 的2019年歌曲 How Can I Love the Heartbreak You're the One I Love 重新攀升到了音乐排行榜的高位啊！这是因为人们得知这首歌影响了韩江小说《我们不会告别》。截止周一早晨啊，这首歌在音乐流媒体平台 Melon 的日榜上排名到了第17位，一首老歌啊。韩江曾在一个 YouTube 的采访中提到啊，他在完成《我们不会告别》初稿后呢，在出租车里听到了这首歌并为之落泪。他说呢，我想海洋怎么可能干涸呢？然后这个画面就占据了我的脑海，我记得我开始无法控制的哭泣。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歌词啊，将分手比喻为海洋的干涸，深深地触动了韩江的心弦。韩江的影响力啊，不仅限于文学和音乐界，甚至延伸到了政界。他在获奖后啊，韩国总统尹锡悦称这是韩国文学的历史性成就，是所有韩国人最应该庆祝的国家里程碑。来自不同政党的政治家都暂时搁置了分歧，纷纷表示他们的喜悦之情。在国会文化观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啊，民主党议员闵亨培呼吁在场人士为获奖消息鼓掌啊。委员会主席全宰秀甚至暂停了会议，强调这是自已故总统金大中以后，韩国人再次获得了诺贝尔奖。据在场人士称啊，委员会会议厅随即爆发出欢呼和掌声。国民力量党主席韩东勋在脸书上回忆，他第一次接触韩江是在他担任 EBS 广播有声书阅读节目主持人的时候。他表示啊，有时仍会听他安静但有力的声音，并计划重新听韩江朗读的有声书。民主党领导人李在明则表示，希望韩江的诺贝尔奖能给人民带来极大的鼓舞，并祝贺韩江通过文学治愈了韩国现代历史上的胜利和低谷。这种罕见的政治共识啊，
凸显了韩江获奖对韩国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文学上的成就，更是对整个国家的骄傲。正如韩江自己所说的，他的获奖被很多人视为自己的成就，这种集体的自豪感，也许正是文学的这个魅力所在。韩江的成功呢，当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更是韩国文学乃是整个亚洲文学的胜利啊！他的作品呢，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触动了全世界读者的心弦。他的富有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啊，并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性的写作风格，为世界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当然我们要记住啊，作家的私生活啊不应该成为评判他作品的标准。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肯定，而不是对他个人生活的评判，是吧？他的作品呢，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是因为他们触及到了人性深处，探讨了普世的主题。最后啊，让我们用韩江自己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话题。他说呀，我希望能继续写作啊，继续像以前一样与读者见面啊，这种对写作的热爱与读者的重视啊，或许正是他成功的秘诀。无论是否获奖呢，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总是能找到通往读者心灵之路的啊。好了，这就是今天关于韩江的全部内容啊。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订阅啊，别忘了点赞。我们下次再见，拜拜。